现代的人类真的还在进化吗？带你看看未来人类会是什么样子。我们是不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差不多，似乎进化的程度都一样？但是你可能错了，实际上每个人的身体结构是完全不同的，甚至每个人的骨头数量和器官的数量都会有明显的差异。现在你可以亲自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些器官。你把手腕的背面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将拇指连接到小指上，手腕上可能会出现一块翘起的肌肉。如果你没有发现这块翘起的肌肉，很遗憾，你真的比别人少了一个器官。约1/4的黄种人没有这个器官，少了这个器官对生活的影响是你无法像猴子那样爬树了。这就是人类正在消失的器官第10名，长长肌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缺少了长长肌，那么恭喜你。警察说的老王翻围墙这件事情肯定和你无关。第9名是耳廓肌，只有不到10%的人耳朵能动。这项技能会让人觉得此人天赋异禀，但是自从人类成为地球的霸主，耳朵能动就不再具有生存上的实际意义。除非你当喜剧演员拿这个来逗笑观众，否则耳朵能动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以为你没有尾巴吗？实际上，每个脊椎动物，包括人类，都曾拥有一条粗大的尾巴。在胚胎的阶段，人类的这条尾巴差不多占到身体的1半长度，但是在出生之前，我们的尾巴大部分都消失了，只留下一点点隐藏在臀部的后方。大部分人的尾骨是完全看不出来的，但是的确有人是有尾巴的。有1/1000的人，他们的尾骨突出，但是这条残存的多余尾巴是个危险的存在。如果以坐姿摔跤的时候，这条凸起的尾骨不会被丰满厚实的臀部保护，变得很容易摔断。所以人类这一小段尾巴真的是有点多余了，咱们没有就没有吧。尾巴是正在消失的器官第8名，但是接下来的这几个有人长着的器官，你会气到你根本就没有。你身体里的这些器官还在吗？人类正在消失的器官第7名，智齿。如果你不慎拥有了智齿，那么在有生之年，它完全不会帮你咀嚼任何的食物，但是却总有一天让你痛不欲生。如今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压迫你的下巴神经和其他的牙齿，甚至还能祸害掉你一整口的好牙。它的主人将会因为它带来的剧痛和炎症而狂怒，直到智齿的残骸连根拔除之后，脑袋的世界才会重新变得平和和安宁。那么为什么人类有智齿这么痛苦呢？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脑袋的进化太快了，下巴的缩小速度跟不上脑瓜的变大速度，最终导致了智齿这种 bug 的出现。然后大约有64%的人进化得更加完善，他们居然没有智齿。在一些食草动物的体内，阑尾是很重要和发达的器官，可以帮助消化植物纤维。但是对现代的人类而言，阑尾或许有那么一丁点维持微生物平衡的作用，但是很显然，正在退化的这一器官，它带来的祸害远比好处多得多。阑尾已经变得微小，而且容易堵塞发炎。这种堵塞发炎带来的剧烈的腹痛，也会带来危及生命的穿孔以及腹膜炎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掉它。除了带来祸害的智齿和阑尾，有些器官没有什么用，但是我打赌你肯定舍不得扔掉它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，但是毛毛们却正在消失。人类正在丢失的器官第5名就是体毛。站在陆地动物的角度来看，人类就是裸露的光秃秃的怪兽，而且实际上人类的体毛的确在快速的消失，因为毛发对人类而言几乎是没有用处的。说几乎是因为眉毛、睫毛、耳毛、鼻毛这几种毛发仍然在发挥阻拦尘土或者是水流的作用，而其他的体毛可能毫无用处。毕竟人类早就不再靠一身茂密的毛来保暖。一方面我们迫不及待地用各种方法脱掉腋毛和腿毛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对日渐稀疏的头发忧心忡忡。然而有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就是头发除了让人觉得好看，本质上也是对生存毫无用处的。人类丢失的器官第4名就是男人胸前的凸起点。这个凸起来的点本来唯一的作用是为婴儿哺乳，男人拥有这个器官纯属尴尬的
的多余。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，男人的这块哺乳区域即使再平坦，也可能永远不会因为进化而消失，因为在人类胚胎还没有进行性别发育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存在了。人类正在消失的器官第3名是立毛肌。当有毛的哺乳动物感到恐惧和寒冷的时候，皮下的肌肉纤维会收缩，让毛发直立起来，这会让动物保持更多的热量，让它看起来更大。所以当你家的猫咪炸毛的时候，就是告诉你它吓尿了，但是又变得更强了。立毛肌对于人类而言显得很滑稽，它仅有的作用是让你感觉到一身鸡皮疙瘩，可谓是彻底的无用。正在消失的器官第2名是瞬膜。瞬膜是人体眼角内侧的一个褶皱，属于第3眼睑退化的残留物。这层膜能够在不影响视觉的情况下湿润和保护眼睛。爬行动物和鸟类普遍都有这层膜，但是人类已经完全用眨眼来替代了这一功能。正在消失的器官第1名是脚趾，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进化趋势。我们的脚趾越来越短，越来越无力。自从人类离开了大树直立行走，脚趾的抓握功能就完全废掉了。脚趾已经萎缩无用到了什么程度呢？那就是除了指甲油厂商，无论是袜子厂还是鞋厂，在设计上都完全不考虑10根脚趾的存在了。根据科学家的估计，最快大概在25、23年，人类就会出现第一批没有脚趾的人。这很难看，但是又很现实。未来人可能真的是一个连脚趾都没有的秃子。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，下期视频再见。